朋友们，你在生活中听过被附体的说法吗？附体这一概念呢，乍一听上去总让人觉得很恐惧，就好像是被鬼怪趴在身上，让人毛骨悚然，脊背发凉。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真正的附体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单直白得多。这个视频呢，我就帮你揭晓这个真相。附体这个概念在佛家和道家中提起的尤为多一些，同时要包括所谓的冤亲债主。那到底什么是附体？解决附体问题的核心原理到底是什么呢？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附体只是一种方便说，存在与不存在还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解读，并最终解决问题。严格来说，每个人都在被附体，而且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可能乍听上去觉得很害怕，但实际上，你如果了解了我们身体与心理相关的这些机制，就更能理解了。我们的身体呢，是意识的载体，而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体验过程中，强化塑造了一个我。我们天然就认为了这个我是这个身体载具的唯一主人，更确切地说，是自我比较重的那个而已。同时又存在着业障因果相通的另外一些我。当我们的身体虚弱，自我的意志减弱时，内在的其他我就有可能出现，于是民间呢就称之为附体。这就像是一辆车，你习惯了自己做司机，但突然有一天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你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开车，那么副驾和后座的次级意识就有可能来开车。心理学上称它为精神分裂症。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些意识同样与你是业力共通的。虽然你的主观意识中有个我，但实际上只是各种因缘与业力的集合体的代名词而已。而我们的这具身体其实一直有一个机制，那就是你主观上选择开放模式还是封闭模式。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你内在设定了封闭模式，通常就并不容易有附体的现象发生。这种人呢，往往比较自我，特立独行；而在开放模式下的人，往往灵性更高，也更随和。在特定催眠状态下，他的其他意识都可能出现。有人可能会问了，那开放意识岂不是很可怕、很被动，很容易感召附体上身？其实并不存在一个额外的意识上身，而是本身在宇宙时空之内就有不同的维度频道和信号。从催眠的角度来讲，人体就是信号的收发器，你可以在这个收发器上接收各个波段的信息和能量。只是在人的固有概念里，他会觉得不同的频道就是不同的人格，所以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附体本就是我们不同频道下可以接收到的信号。这个接收规则就是业力相通。比如当你特别牵挂你过世的亲人，这间接就相当于你被这个亲人附体了。问题的本质就在于你的过度牵挂和思念所形成的内耗。也就是说，通过形象化的所谓附体呢，表达了你的内在的业力卡点。这个时候化解附体的办法也就随之出现，那就是要看破放下你的执着，附体自然就消失了。但这其实也并不究竟。最简单直白且根本的理解就是，凡是附体，都是你内在执着妄念与业力卡点的形象化表达，本质就是负能量。负能量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明显的表现，就如同被另一个意识占据了身体。比如一个人在平日看起来老实巴交，但某一天突然性情大变，伤人性命。其实这个魔性本身早就存在，只是在表层意识的伪装和保护下不容易被察觉。而一旦表层意识无法控制，那么魔性在特定情况下都会自然显现。这只是它表现出了更真实的一面，并不是附体，
最简单的举例就是喝醉酒看这个人的人品。醉酒就是让他的表层意识无法掌控，内在本性就随之暴露了。人在没有觉悟之前呢，可以说都是佛魔一体，善恶共存的。只有觉悟后，才会有意识的去消业障、积福报、改变命运。这个在佛家讲叫做的了主。其实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等负能量的念头，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意识体，一个灵，只是没有人真正去观察其背后的特性。为了方便我们深入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再举2个特例。第一，某些人在得了大病或者头部创伤但幸存下来后，突然会说其他语言，突然会写字画画，突然会写诗跳舞等。当然，一些修行人在深入修行后，也会出现自发功和开功能，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佛家讲从第7意识中拿出了自己累世累劫修来的功能，甚至是第8意识如来藏、般若智慧的显现，其实就是他的载具肉身突破了3维空间人体能量的上限，打破时间空间的壁垒，接收到了更高维度的信号。因此，真正的神通并不是修出来的，而是因缘际会自然显现。每个人因缘不同，开的功能也不同而已。第二，转世活佛是否真的存在呢？佛呢，代表的就是觉悟的频道。那么，只要找到先天根性特别好的孩子，自然就很容易和那个所谓活佛的能量层级相通。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呢，为了维护某种规则，所谓的转世活佛也只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和说辞。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我，只有无数个频道的我的可能。因此，悟到这一层，破除人我分别之相后，你就会发现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你无数频道中的无数种可能，都与你自身的业力因缘深浅不同，都是相通的。所以就有了那句心在无一法，心外无一人。我心即是宇宙，宇宙皆是我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知到，这些概念它们的缘起，在得道者手中是对治众生内在业力卡点的善巧方便，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就是制造恐惧焦虑，以实现牟利目的的工具。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共识性时间的这个概念没有？大概就是在大洋这边的猴子学会了把木瓜摘下来到水中洗洗再吃，这个时候在大洋另一边的猴子也会同步学会。在3维空间来看，它们并没有任何的联系，没有互相学习的可能。有些人会说巧合，但这样的事情在生物进化史上比比皆是。这更加印证了，在更高的时空维度里，一切都同时存在，同时发生，成为无数种可能。它们以能量频率为本质形式，只是在3维空间，只有因缘聚合的时候才会显现。能量越高的地方，这种所谓的超自然现象越多。头脑之所以难以理解和认知，就是因为在世俗概念里，我们更加习惯用感官的相和头脑逻辑来认识理解这个世界，而开悟后的人，恰恰是抛开了这个相，直接感应到那个本质，但又要把这个问题形象通俗地表达给普通人，于是才有了这些方便说。就像对于附体，佛家最常用的方式叫超度，就好像用一种神圣的慈悲的如同光一样的能量场来驱散被附体者身上的负能量。这种超度有烧纸钱、念咒诵经，还有特定的佛事法会，其本质都是在信念与能量层面调动高维能量，就像一个修行人通过打坐冥想清理自身的负能量是一样的，只是要解释给一个没有修行基础和认知的大众人群，就有了所谓了冤亲债主的产生。这本是将负能量极其形象化的表达，
但却经常会成为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大师摄受人心、敛财的工具。因此，提起附体、冤亲债主，就直接和封建迷信画上了等号。越是深入修行，越要抛弃头脑而专注于内在的觉知，一切都只是我们自身业力卡点的显现，一切都在围绕着这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无我利他的爱就是这宇宙之中最高的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就能解一切难题，度一切苦厄。所以，如何才能超度附体？那就是发自内心的爱。附体更多是针对于修行人或是内在简单的人身上，因为念力相对来说更重，那么这个意识体的特性也就更突出。如果说附体就像是耗电的机器，那这个电本身就来自你表层意识的信和念。如果你内在不挂碍，这个念就没有力量了，这个附体自然就消失了。反之，你越挂碍越恐惧，它越有力量。正如有句话说得好，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吓唬住了，这才是最愚蠢、最啼笑皆非的真相。心无所住，才能离一切幻象，悟得大道本真。再回到相中来，一切万法皆为你所用，皆在的都是那颗大爱的道心。于是你就拥有了改天换日、度化一切灾厄的神圣力量。所谓附体，恰恰也是真实一面的我们自己。认知附体也是深入认识自己的捷径，它有可能就是我们一切恐惧或匮乏的集中化显现。心外求法皆为外道，只能在皮毛上下功夫，很难证悟大道根本。因此，一切术的使命并不是解决当下的某个问题，而是以术在道，由术悟道。那个原理都是相通的。有些知识非常冷门，大多数人不了解，在认知上就出现了认知差、信息差。虽然当今互联网正在逐渐打破这层障碍，但隔行如隔山，带着恐惧和欲求踏上修行的人呢，很大概率会不明觉厉，着在表象，被各种大师用各种所谓的法门法术所利用。欲传道，必先得道，悟后起修。开悟才是进入修行世界最低的门槛，否则你的心魔就会化作一个又一个大师，把你折磨到体无完肤。一切皆由因缘注定，缘又起于你的那颗心。附体无善无恶，就像阴阳的两面，共生共存，不会有任何一方真正的消亡。打开思维，看到它推动你灵魂成长的那一面，它只是通过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方式，给你带来一些很宝贵的信息和提醒。不必惊慌，不必害怕，都是源自你，也都源自爱。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